那我们认为说这样的走势很有可能是为了清扫前面两波就是平行底的流动性。那清扫完空军之后呢，再进行一个下杀，这样子的剧本几率是比较高的。我们在1天前的影片跟大家提到，我认为回踩这一边，只要价格能够维持在64000美元之上，都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价格范围。如果站不住的话，则会下探。目前距离64000已经有1200点护底空间。站不稳会下探，是因为它现在留下平行高点的地方，刚好是区间震荡的上边缘，也就是65000美金左右。那它完全有可能再拿下流动性，接着就回到这一个区间继续盘整。同时，我们也预测过，即便上探上方68000这一个强阻力位，并且这个价格是所谓熊市当中最重要一条线，也就是短期持有者他们的成本线。现在很多人认为这次有可能是本轮熊市最后一次压制，也就是说他这次还不会去爆量上穿，接着就很有可能会在68000这一带再次回落，接着呢在50000到60000这一个范围去形成一个大底。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比较明显的现象，也就是它当第一次去触碰短期持有者成本线98000的时候，那跌最多的时候是直接跌到了60000啊，那大概是有40%的跌幅。第二次呢就明显变小了，我们这边其实也可以看到，它从7万多，然后跌大概是在59000左右，那跌幅是在30%。这个呢就是熊市当中下跌幅度逐渐在衰减的一个特性。那当然我们就会期待说第三次触碰到之后，它的下跌幅度就会再次更小。就像是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可以看到22年的这一波大熊市，当第一次触碰到这根线的时候，比特币的价格应该是从48000跌到了最低点的是17000，跌幅是60%。接着第二次的话，是因为 FTX 交易所暴雷啊，那产生的黑天鹅事件，那它最终跌幅的话30%左右。第三次的话，大家可以注意到，它其实没有一根阳线是站在这个上面的，然后它跌多少呢？是不是它几乎就回到这个底部的盘整区间？那这个情况确实是非常雷同啊，就跟我们目前情况来说，它都是先走了2次接触到之后，下跌幅度开始衰减的一个走法，并且分别2次下跌都是有时间驱动的，一个是交易所破产，应该是微策略卖币所引发历史最大的投降式抛售潮，再加上现在有非常多的人开始在下方布局买单。我是认为说这笔最后一次压制回来，但它很有可能会在50000到60000这个范围去盘出历史性的低点。我们给大家做一下总结，目前比特币在这个区间进行盘整，短线上64000这一带撑住的话，那它的确还有向上拿掉65000这一个流动性，因为它在前方留了一个平行高点的一个伏笔嘛，并且严格来说的话，它并没有去创新高造成假突破。但是大级别呢，因为上方没有多远，68000的话就是短期持有者的成本线压制了，你是完全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去进行开单的，因为它的盈亏比和胜率是没有达到对应的开单条件。如果你真的很想去做一些交易的话，那可能就只有在成本线68000这一带，如果出现假突破重新跌回的话，68000就是一个很好的空单进场点。唯一比较关键的点在于今天的日线收成啊，为什么呢？我们来看1小时级别，目前在做什么？可以看到平行的高点在这里，然后进行突破，突破之后呢，跌下来一根快速的 K 线啊，那也就是说这样一根 K 线目前在回抽测试前面这一带，没有站上去，有点往下跌的感觉。如果说今天的日线呢收在这一个下面，那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可以看到这边高点高点高点，然后这里呢低点低点，以及是今天如果收成在下方的话，出现更低的低点，这就代表着小级别市场框架就已经转变，很有可能会开启下跌。但是就目前来说，前面的低点的话仍然保持之中。那现在的话，如果没有黑天鹅去引发更大的散户抛售潮，那比特币想要去叠穿大资金的密集买单区，的确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熊市越到后面的时间，卖出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少，因为想要抄底的人只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为什么历史过往也是一样，下跌幅度它会一波比一波还要小的原因。ETF 这边呢，比特币现货 ETF 再度流入，在14、15、16 3天均实现了资金的净流入。ETF 也就是场外和机构的资金啊，重新从卖出就转为购买，那它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点。说完比特币，我们简单提一下其他市场啊。那美股3大指数在昨天均以收低结束，包括美股的7巨头以及是今年最火热的存储板块，均是迎来了不同程度的下跌。更惨的则是韩国股市，由于韩国股市在今天是休市的状态，但下周一大概率会补跌，包括三星电子昨天下跌9%，SK 海力士单日跌幅也接近12%。棒子那边加杠杆是无底的，所以你就能看到韩国股市走极端引发刑案，一个就是股民持刀刺伤网红股票博主，因为这个股票博主他类似有带单的行为，然后呢可能就听信他的建议嘛，加杠杆重仓 SK 海力士，却遭到巨亏嘛，所以呢他气不过，目前的话已经被抓捕进去了。
接着我们再来谈一下就是民营市场。那最近的话 Coinbase 的动作非常多，首先是开放对中国内地用户的注册，其次在昨天更换了 Base APP 的掌门人。更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今天早上的8点左右更换了自己的推特头像，并且发布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呢，它其实是对应着一个 Mimi Coin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看到 Base 链上的这个民营代币 Brain 就它的名字啦，然后在今天获得了比较大的一个涨幅，然后单日的话应该是最高的话应该是有大概40倍的涨幅但是现在呢也有在回落最近可以关注一下 Base 链的生态因为最近 Base 链和 Robinhood 这条链的话打得不可开交，那都在为了商战嘛，在争夺更多的资源。那我们再来看像 Robinhood 这条链 ，Cashcat 龙头的话，在今天已经回落至6000万美金之下。那当然，更重要的是之前的 NOXC 发射平台不做人那为什么就大家都在骂这个 NOXC 呢？是因为它靠赚手续费在数百万美元暴利之后呢，突然单方面关闭了核心功能新代币发行的这一个功能，那并且引发了资产安全恐慌。Cashcat 刚好是这个平台发射出来的。另外，最近如果你有看 CEO 发的推文的话，它其实核心点都提到了 RWA， 这个也比较正常，因为 Mimi币的话，它只是引流的一个手段，真正想要去做的话还是 RWA。所以呢，最近 Robinhood 的这一条链的 Mimi币的话，可以暂时就不用去太多关注了。那大家其实也有注意到，为什么在 Cashcat 前面的话，突然之间多了一个 Index， 是因为今天的也就是Robinhood 链的 CEO 他关注了 Index 这个平台但无论是 Base 还是 Robinhood， 我们都应该持续关注以太坊，因为如果这两条链发展很好、很繁荣，对以太坊的价格是有支撑的。那这也是以太坊在近期表现优于大饼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呢，就是清晰法案的公布了。今天7月17那特朗普支持的清晰法案文本即将公布，但目前尚无民主党人士去支持。如果想要该法案通过的话，至少需要7名民主党议员的支持。核心问题的话还是利益问题他希望通过这个法案得到更多的权益。那这是民主党议员他们所想的一件事情那最终呢，我觉得还是会通过，只是可能说时间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在利益上然后有一些出入。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说到这里，想要真正在币圈发展的你，需要趁手的工具。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以轻松注册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给到全网最高20%交易减免。OKX 交易所，使用观感体验拉满，同样有20%手续费减免。另外，参与 OKX Bot 的观众可以使用专属邀请链接去刷代币交易量的时候呢有减免，期期都有肉吃。白币者最高30%手续费返现，新人注册解锁迎新好礼。Get.io 注册赢取135 USD 新手入门礼包。BitGet 加密美股 ETF 黄金外汇趋势融合最激进，布局最早的一批交易所之一，注册也有20%手续费减免。每一家交易所都要去注册，你可能觉得注册这么多交易所没用，但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我们可以错过机会，但不应该在机会来的时候呢毫无准备。